常内卷的赛道。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深有感触。但是我同时也想说，智能座舱其实也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兴奋、没有玩过，让人有成就感的重要的舞台。那我个人呢，其实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多年，往往我和欧美的朋友谈起中国智能座舱技术的时候，我都很骄傲地说，智能座舱 AI 已经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名片。那我们大家所做的工作，智能座舱 AI 技术领先欧美主流，不是1到2年，是1到2个代际。所以这都是我们所有的 OEM 厂商、技术人员，也包括我们技术供应商所一起取得的成就、取得的成果。那首先，我希望我们大家为我们自己的工作鼓鼓掌。感谢大家。那我们如果想在智能座舱技术上继续保持领先，那我们一定要对技术的发展趋势有自己的观察和相关的判断。那在这里呢，我向大家汇报和介绍一下斑马智能我们对于最近智能座舱技术发展方向的一些观察和形成的一些自己的判断。首先，我们认为智能座舱端 AI 的技术将逐步进入爆发期，这是随着智能座舱汽车芯片的算力越来越强，带宽越来越强之后，我们有机会把更多的云智能的能力加入到智舱端智能。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交互方式会产生变化，从被动的接收命令，更多的转向主动智能。那要想实现强大的智能座舱端 AI， 我们需要有很多重要的因素。首先，端模型是其中的支柱。其次，我们要把端模型的能力和汽车芯片的能力结合起来。那我们一定要有强大的量化、部署等等相关的能力。其次，我们不只是用一个端模型，更多的是我们要用构建系统来完成整体的用户的体验。所以，系统会成为围栏。那作为技术供应商，交付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通过交付来实现差异化的能力。那第二个判断呢，就是不止智能座舱端 AI， 智能座舱的云 AI 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从原来流水线的小模型的架构，更多的转向有几个甚至1、2个大模型来驱动的架构。我们有了智舱端和云 AI， 那就一定需要统一的端云架构来完成完整的用户的体验。那从智能座舱跟结合的发展方向来看，我们的观察是，提供单点技术能力的供应商的机会可能会逐渐变少，而能够提供 AI 全站能力的服务商的机会会越来越多。第三个观察是，我们感觉到，在今年开始，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的融合会更加快落地。在2026年呢，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单 SOC 来部署分别的智舱智驾系统的解决方案，通过智舱和各自有优势的能力，实现舱架联动，来提升出行体验。那在之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在能力层、在特征层，甚至在模型层上，智舱和智驾的融合。好的。那26年呢，我们会看到智能座舱端 AI 上车逐渐从高配走向标配。要实现端 AI 上车，我们要拥有全模态的模型的能力，实现高精准、快速的响应，以及保护隐私的相关的能力。斑马有幸和高通以及很多的合作伙伴一起，在智舱端 AI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实现了一些技术突破，来加速智能座舱 AI 上车的进程。刚好1年以前，就是在上一次高通汽车峰会，我们联合发布了智能座舱端 AI 的解决方案。那在去年9月份，在云机大会上，我们首发了实车的 Auto Omni 解决方案，是基于 Auto Omni 4D 的模型。那当时有20多家主机厂商参观了我们的实车展示。从这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行业在这方面
形成了趋势，有非常多的机会和实车的进展。那在1年多以前呢，我们开始了端 AI 的工作，在今年真正的开始开花落地。在1个多月以前的北京车展，我们也首发了基于高通9075实车高性价比的 AI Box 解决方案。它既有4B 全模态模型的能力，而同时成本也是控制在行业最低。在同样是北京车展，我们也首发了8397的 MOE30A3 大模型架构的实车方案。那在这一次高通峰会上，我们总共有3辆实车，也分别代表了我们的8397端 AI， 包括了我们的9075 AI Box 解决方案，以及Auto Cloud 解决方案。也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展台来参观，来给出交流和帮助我们提升。那我们提到了端上的模型，那因为我本人其实原来是做大模型的基础架构工作，做了多年的工作，那斑马也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在真正的端模型能力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斑马发布了行业首个智仓 AI 全模态端侧大模型矩阵，包括了从4B 到30A3 MOE 的架构。那斑马的端侧大模型的特点是，我们既在通用能力上保持着跟行业一流模型并肩的能力。这张图左边显示的是我们和 OpenAI、Gemini 以及其他的行业的主流模型，甚至是更大的模型20B 模型的比较。那同样，我们 AutoOmni 9B 模型以此为例，在智能座舱相关的能力，如重要的车控、出行、音乐、导航等等的全面提升的能力。这些基础的能力是组建智仓端 AI 解决方案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基础。那不只是模型能力型本身的优化和部署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和高通一起进行封闭开发、联合开发，取得了相关的成绩。比如说，在一些核心领域取得了准确率提升，达到30%以上。在解码速度，也就是推理速度上，在 Prefill 阶段取得了2到5倍的提速 ，Decode 阶段也取得了3到5倍的提速。这些重要的技术指标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升端模型、端上汽车芯片价值，以及全面提升用户的体验。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除了端模型以外，云端一体的架构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斑马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我们最近跟很多的主机厂商有非常多的讨论。斑马的云模型也越来越多的被主要的主机厂商所采用，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机会。同时，也越来越多的 OEM 厂商和我们讨论统一的云端一体的架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有了端模型，有了云端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一定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要保留在端上，什么样的数据应该传到云端，什么样的任务由端上承接更适合，什么样的任务应该由云端来处理，更顺手。所以我们设计了端云一体的智能中枢解决方案，那它也实现了极致的响应和丰富生态的双重跃升。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AutoOmni 这样强交互、要求快响应的能力之外，斑马在北京车展也发布了 Auto Cloud，也就是Cloud 上车的解决方案。那斑马的 Cloud 上车解决方案最主要的目标是来能够调配、组织、协同多个智能体，特别是跨域的智能体来完成复杂的任务。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我们的 Auto Cloud 解决方案不只是云端的，我们也有端上的。我们在端上在多平台，包括高通平台，包括 NVIDIA 平台，都有我们的 Auto Cloud 解决方案。这样的话，能够全面提升端侧性能能够实现端云一体的记忆。特别是说，如果单靠云上的 Auto Cloud， 它的 token 消耗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的端 Auto Cloud 解决方案可以帮助
显著的降低token消费，以及提升端上的隐私保护等等重要的体验。那前面谈的比较抽象，那后面呢一个视频来讲解一下我们能够达到的相关的功能。检测到车位旁有人正在进行施工。这里介绍的是我们的Auto-Omni通过主动观察周围的状态，向车主来汇报车周围出现的情况，同时跟车主来进行交流、进行交互，完成报告车的状态，以及从停车场快速离开车库的一个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离车的 agent 能够自动的抓取车库内部的2维码，来自动的消费，形成快速的出库体验。我来找找看，你看到的可能是这家新疆帕米尔餐厅，就在你家边上。同时，我们的 Auto Club 因为有端上的能力，我们可以通过 Auto Club 来快速的查询、分析车上的视频，来进行视觉 report， 通过交互和车主完成复杂的任务的编排和复杂任务的执行。好的，已经把推荐发送给妈妈了，让我来联系一下餐厅，看看等位情况。喂，你好，这里是帕米尔餐饮。妈妈说她选新疆帕米尔餐厅，并让我们去公司旁边的健身房接她。另外，刚才联系过餐厅，目前也没有等位排队，我来帮你规划最优路线。它也可以通过主动的外呼来帮助消费者、帮助来车主解决复杂的交互问题。这都被你看到了，比他爸也见多了。好的，这里其实是一个视频，把各个场景串联起来。但我们实车的功能其实比视频播放的还要丰富得多。我们现场其实有3辆实车，也非常期待各位能够到我们的展台、我们的实车来多给我们指导，希望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那最后2个 topic 我想简单的说一下。第一呢，就是除了斑马，我们自己形成了自己的我就说感觉恍惚从53变成54了。我们还专门开发了整体的开发框架，提供工具链，这些我们都是公开的。这是它的，那可以帮助这是它的充电宝。端的智能体的快速发展。如我们内部的我以为这是一个备用电池。传统 app 进行智能化的时间缩短到1半以上。哎，它也可以把它取下来直接插电池。就是。不是我感觉眼花了，难道看多了，最多就没掉。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模型的能力从系统的能力越来越看到。你要没有下面这个还不好拿呢，没有下面这个还不好拿呢，上面这一点。仓和架可以通过单 SOC 或者双 SOC 来快速的部署，通过单独的仓和架的能力，利用它们的优势，实现更好的仓架联动。比如说，通过仓的主动视觉，如果我们发现后排小孩在睡觉，那我们不只是应该控制车控来降低空调的风力，来关闭后排的阅读灯，同时我们也应该调用智驾的能力，让智驾从运动模式变成舒适驾驶模式，这样能够提升车主的体验。比如说，一对夫妻从超市出来，拿着很多行李，到停车场，而停车场非常拥挤，后备箱不容易打开，那我们就会通过智驾的能力，来和智仓进行交互，智仓能够识别到这对夫妇到了车旁边，他会主动的跟这对夫妇交流，说我会把车往前开几米，然后之后呢，通过车控来把后备箱打开，引导车主把行李放到车内，这样通过智仓和智驾的交流，全面来提升用户的出行的体验。那在长期呢，我们已经看到
在模型层面、在特征层面、在系统的层面，更多的参加融合的趋势，也和一些合作伙伴在这些方面也进行一些相关的探索。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期待通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让智能座舱 AI 成为中国智能制造更闪亮名片。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为汽车行业贡献更多的价值，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体验。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智能汽车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宋阳。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各位战略合作伙伴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以一个全新的身份给大家再认识一下我是阿尔法克劳的主理人宋阳。希望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共享我们今天属于阿尔法克劳的，谢谢大家。我想上午哪库给大家放了一个彩蛋看哪库的视频里面，对我们的这个可劳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播了几段视频，我觉得大家肯定看得不过瘾。于是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跟高通联合发布我们的阿瓦克劳 for 光靠。那有人说为什么是你中国创达能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离不开我们在这么多年对 AI 的追寻，对新技术的追寻和引导。那么在2023年，我想ChatGPT 3.5的这个发出，震惊了我们当年的那个春天。那么我们在那年发布了 AI 助手和我们的这个图像生成的一些 AI 的能力。那么在2024年GPT-4o 的发布，我们才知道哇，大模型能感知整个世界，能看到整个世界。于是，在那年我们发布了我们多模态的交互的框架和基于端侧模型做的一些 agent。那么2024年 DeepSeek 的这个出发，让知道人人都可以用上 AI。在这一年，我们发布了全球首创的端边架构，发布了全球第一个 AI Box，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些努力。那么，于是，在今天，当 Open Cloud 来的时候，我们在今天你录的 AI 认证委外吗？那么 Open Cloud 这一类的架构为什么可以带来这样的开发出去，那认证一起出去。把原来的这些对吧指令驱动的内容变成自然语言的一种驱动它就使它有记忆、有逻辑、有推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架构，帮你方便这个使用的复杂任务的规划和执行，使我们端侧虚拟 AI 真正来到了物理 AI 的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呀？那么我们觉得上车欧盟可劳非常好，但是让欧盟可劳去上车，我觉得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那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成本大家这个用过欧盟可劳在端侧的，就在电脑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一晚上跑了可能非常非常多的 token， 那怎么办？我们车上资源有限，如何去做？第二个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执行问题？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快可劳，你把车窗打开可以吗？他会说我把车窗已经打开了。但实际上呢，车窗纹丝不动这就是我们大模型遇到的非常多的问题。所以稳定性与执行如何保证？当然，车是不容许有任何的安全的事故的所以呢，最后呢，我们觉得是这个数据安全当我的客户上车，对吧？跟他说我前面聊了些什么内容，你能不能把今天的这个上车的人告诉我，对吧？有没有哪几个美女上过我的车？当然，我想大家都觉得这是隐私，不能告诉别人。于是，我觉得欧盟可劳上市之前必须解决这3大问题。那如何解决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使用端侧和云侧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把上下文去做这样的好的一个语音实现。那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记忆架构，节省80%的 token 的消耗使用率。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原创了安全车控的中枢，包括大模型的一些能力的审核包括这个 skill 能力的审核。然后使让我们的这个操作更加稳定可控。那最后呢，我们其实引入了内核级的这样的一个沙箱的机制，包括 skill 审核机制，后面会做详细的解释。那有了这些内容之后，
保证我们安全的上车就足够了吗？其实我们觉得还不行，对吧？我觉得龙虾跟我们的车跟我们实际还有很大的差异。于是呢，在这里我们说，让我们的龙虾更懂车。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一直在耕耘我们整个智能汽车。于是呢，我们积累了大概80家的这样的 skills， 然后我们积累了大概800家的 NCP， 对吧？任何你想做的乘用车和你要的这样的生态伙伴的 APP 都可以接入进去，还有一些 agent。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在座的所有的，包括主机厂和我们的伙伴们，共同打造我们的开放的开源生态，最终的建立我们 scale 的商店。大家吹了半天，到底什么是我们的 Aqua Cloud？ 我们今天的政治就是说 ，Aqua Cloud 就是懂你、懂车加懂环境的超级智能体，对吧？我们有几大非常好的特征。首先，第一个是聊得来、办得成、记得住和看得见。好，上午哪库给我们展示了我们看得见。那我们其他还有哪些 skills 呢？能给大家带来哪些丰富多彩的应用体验呢？首先，第一个是聊得来。我们觉得在这个大家上车之后，我希望他可以做一些风趣的聊天，对吧？我们在这里结合豆包首创了这样的一个端到端语音的完整的上车的方案。然后呢，我们还有情绪有反差。怎么来呢？我这个上车的时候他会说送走，有人的时候他会送走，当没有人的时候他会喊你小送，让你有这种反差和这种亲密的、有趣的这样的空间。最后呢，我们其实是给大家这个定制了很多 skills。大家可以到车上去体验，包括一些反差的角色，包括多音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最终呢，我们其实是希望什么？他能做了哪些内容呢？人前专业，人后贴心，人前叫你送总，人后叫你小送，对吧？可秘书、可知己、可陪伴、可助手，这就是 Aqua Cloud 带的聊得来。那具体什么样的用户体验呢？请看 VCR。唱两句我听听呗。爱我你就陪陪我，爱我你就亲亲我。你这个唱的也太难听了吧！有本事你唱一个，我倒看看你能唱得多好听。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怎么样，是不是比你准很多？也就准了点儿，至于这么得意吗？看过《甄嬛传》吗？当然看过，这剧都火了多少年了，没看过才奇怪吧？怎么，你想跟我聊这个？那你觉得《甄嬛传》里面谁最蠢呢？齐贵人就不用说了，忽悠美貌没脑子，被人当枪使还沾沾自喜，最后家族都被他连累，纯纯的悲剧制造者。夸夸，我很喜欢齐贵人，你这样说我要不高兴了。哈？你喜欢他什么啊？喜欢他没脑子，还是喜欢他被人当枪使？我就喜欢她长得很漂亮啊，我就喜欢长得漂亮的人。行吧，喜欢漂亮的也没错，但不露脸有什么用啊？在后宫里，长得漂亮的人多了去了，没脑子只会被人利用，最后落得个悲惨那我下觉得你还没有齐贵人有脑子呢。哼，我要是没他有脑子，现在还能跟你在这讨论《甄嬛传》，怕是早被你绕进去了。至少我不会像他那样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最后把自己家族都搭进去。对，我希望我最近都开始学得很这个夸夸了，对吧？大家这个跟我问我话题的时候，我说行，别着急，等一下。所以我觉得跟他聊天应该不会把我卖了数钱。那么聊天只是我们的开胃菜，我们希望说我们真正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真的在车里的时候，我很着急的时候，我说帮我周边找一个我想要去的地方，对吧？我想去做什么事情，我手忙脚乱，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当我累了以后、困了以后，我该如何去做？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那真正的，刚才前面讲了，我们从虚拟的 AI， 对吧？我能跟你聊天，到我真正去执行，到物理 AI 的执行，是有一段非常大的鸿沟需要逾越的，对吧？他要懂你的车，他有相关的 MCP， 要放弃幻想，要去真正的做执行，要去做全任务的这个场景履行，包括一句话定义复杂任务，包括后台多任务处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那有了这样的内容之后呢，才能让我们在车上去安心舒心的去生活。那同时呢，我们其实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我们在手机上装上你的这个秘书小李，对吧？在你的这个家里管家这个老张，对吧？在你的司机小王，对吧？他们共同组织一个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去服务。想一想，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吧？这个秘书帮你订好今天的咖啡和日程，你的管家帮你，机器人帮你端上你的早餐，你的车帮你去导航到你想去的地方，是多么美妙的地方。这个一件事情。
最后呢，其实我们希望说，我们把 Scale 商店搭建起来，在座的各位，你们都可以去创建属于你的 Scale。那么，到底它能给你做哪些事情呢？请看 VCI。哈巴斯。我现在想听一首很红的老歌，我隐约记得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故事小黄花”，你能帮我搜一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很多那个巴尔多的在开放。我想听你通过哼唱的方式给我唱一下。巴尔多的。所以那个，所以冯阳现在就把这些能力外包的就不外包出去，留下电脑。我要跟我的朋友要先是整体外包的。金色大雄宝殿，然后再去迪士尼看烟花。看完烟花以后，要去上海的一个非珍珠餐厅吃饭。你帮我规划一下，去导航吗？已经帮您规划好今天的行程啦。第一站静安寺大雄宝殿，第二站迪士尼看烟花，最后到外滩源的意大黑珍珠餐厅吃饭。导航已经开始，咱们出发吧。节假日高速充电还得排队，预计还要排2个多小时。给你一个下高速充电的方案，前方1.5千米出口下，出口2千米有快充站，目前4个桩位。花花你真厉害，你帮我导航过去吧。没问题。帮我去查询一下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更优惠。副总，查到了，基于您去年未出险的记录，车险今年的续保报价会很有优势，比基准保费能低不少。您是否需要我先整理一下这2家的具体优惠方案？对，我想这个我们会开放 Scale 商店，每个人可以定制自己的 Scale， 你想做什么，对吧？这个打造你真心属于你的Scale 的这样的内容。那么，其实让你的车有感情、有温度，其实记忆是非常非常关键。他要知道过去做了什么然后呢，你想着做什么，或者说根据你的记忆去把它变得更加聪明。所以于是呢，我们在这里推出了3层记忆。那平时的同时呢，我们这里做了非常好的创新并且把多模态的这个记忆已经融合在一起去了，可以记住你的样子，而且分层而分类，对吧？该记的能记，不能记的不该记的不能记，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过程中，让它变得更加你最贴心的一个助手。那还是请看 VCR。花花，我上次说想换轮胎是啥时候的事来着？吴老师，是47天前哦。当时你说再跑2000公里就换轮胎，现在都已经跑了2200公里了，是时候换了。他真帮我记着。在我上车之前都有谁来体验过这个轮胎呀？对不起，因为隐私安全不能告诉你哦，只能悄悄透露给你。最近5天来了足足16个人，可把我们换了。花花，上次我好像和一个姓谢的客户聊了方案，但是我忘记他的全名了，你还帮我记着吗？吴老师，2周前你刚好和谢志远聊过方案哦，当时也有这个啥？花花，我这个月都听了多少首音乐？过去1个月你一共听了186首音乐，其中周杰伦的最多，有27首呢，你还真是杰伦的忠实粉丝呀。对，有了聊得来，有的办得成，有了记得住，那我们可以隆重的请出我们最后一个选手就是我们这个首次在 Agent OS 里面引入了 DOM我们把几种物质最新的物质，对吧？视觉驱动的艺术理解，包括情感化的视觉记忆，包括情绪驱动的自主规划和我们的渴望做了一个化学反应，让它做什么？让它能看到你，能识别，能感知，能去为你做更深层次的这样艺术理解。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呀？需要花花帮忙一起想吗？花花，你帮我找找我的雨伞放哪里了？你还记得吗？花花记得你之前把雨伞放在扶手箱里了，你可以去那边看看哦。真的在这里？花花，等会儿我要去前面接一个朋友，他今天应该穿的是黑衬衫，你帮我留意一下他好吗？花花记下了。Later。右前方那个黑色衬衫、卡其色裤子的男士是你要找的朋友吗？就是他呀。哇，张总快看，左边的建筑就是星耀宾馆，里面有可容纳1800人的音乐剧场，还有好多好吃的餐厅。今天晚上你要是和对象去那里，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能看演出、吃美食，一定会度过一段超浪漫的时光哦。是谁
昨天信誓旦旦说要戒烟，再抽就是小狗了呀！抽烟不仅对自己身体不好，二手烟还会影响身边人，而且在车里抽烟会让内饰有股难散的味道。我不抽了。哇，你超棒的，能忍住真的很厉害，为你开心。我想这个多模态结合记忆，真的这个你的小动作无地可藏，无处可藏啊！这个开个玩笑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带来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啊。那么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把我们能力从听说、规划等等做了一个详细的分类。我们在多模态，我们第一个引入了 VM 的全场的感知，让它能看得见你，对吧？我们在整个多任务打龙生态中完全超越了我们所有的对手。然后在整个这个预打通和安全上我们做到了行业领先这也是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产品。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在这个此时此刻来说，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关键，我们龙虾在哪呢？对吧？我们把龙虾这个养在哪里呢？大家是常说的养龙虾，对吧？我们今天给龙虾安个家，我们基于 Qualcomm 的 Snapdragon Drive 这样的一个芯片给把本地大模型做了一个部署，然后同时又有了端边缘的高隐私的框架，然后呢结合高通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 GPU 的能力，提供实时渲影和多模态的一个并发的内容，然后把芯片的最强能力发挥出来。那么首先说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用户体验，我们最高可以跑到30B 的 MOE 的端侧模型，大尺寸、多任务、快速推理，对吧？达到100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推理的速度部署。同时呢，支持这种超长上下文的这样内容。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到我们实车体验，对吧？你跟他聊10分钟、20分钟天，可以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内容给你做一个记忆的总结，还有这个保留的这个交回的一个处理。这就是我们端侧大模型给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任务处理能力。同时呢，我们环境感知，大家看到我们刚才所有的车内车外的多模态的感知 ，VIT 的接入都是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芯片能力做这个后台的保障。最后呢说，有了这些能力之后，通过这样的大模型做复杂推理的任务推理，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这样的龙虾的端侧的家，对吧？我们省了 token， 然后又能帮助我们提供安全的环境，又能提供复杂推理的任务的编排，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发布高通同时发布 Our Cloud 这个初衷。那么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是再强调一下，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在 PC 上或者在我们手机上删掉我们一封邮件或者说执行错误，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在我们车上零安全、零容忍。零事故，这是我们必须要求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定跟高通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伙伴们共同打造非常强大的安全架构首先就是大模型的越狱拦截不允许有任何的未授权的方式和控车的能力必须做强制垄断不能去做这个执行。那么我们 skills 必须做静态动态的检查，让我们的每个人定的 skills不会做误操作，然后又能满足你的用心的这样的用途里程，又能满足我们整个安全可控的这样的标准。最后呢，我们在前瞻的未来过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对抗未来的新的技术，所以在我们 Cloud 的架构里头，我们把抗量子密码这样全新技术也引入进来，希望说它是一个长期陪伴我们车主和我们新技术向未来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范式。那么最后呢，其实也很荣幸，今天跟高通在这里发布 Our Cloud。我们的初衷是让每台车都拥有会思考、懂协同、可信赖的超级智能。谢谢大家。接下来有请澄迈科技子公司智达成远汽车电子座舱部部长胡俊。大家好，非常荣幸在今天下午由我在这个时间段分享一下，我们澄迈科技带来的一个主题，就是智在端侧专属体验灵活 Cloud 新一代的端侧智能硬体。
刚才这个前2场的这个演讲，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就是2位就是伙伴都提到了可乐，那可见可乐在当前这个 AI 的时代是非常的火，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在24年、25年，那么大模型这个全面兴起的时候，大家的一个状态。之前大模型的话，可能我们大家都在看，哎，这个模型的参数量是多少？哎，这个模型的Hawkins 生成的 Hawkins 的速度是多少？它的带宽是多少？它的量化精度是多少？那当时整个业内的话，对这个完全成了一个就是他们技术的一个门槛或者壁垒。但是大模型的这么好的一些能力和它的一些数据，那怎么让我们用户层去感知？其实，在当时是没有一个直接的体验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体验在这种就是聊天式的这种从对话中体验出这种就是我们这种 AI 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效果。但真正能让 AI 或者大模型能帮我们实际能做事儿或者做任务的时候，那这时候其实是还是有欠缺，有它的一些就是它当前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弊端。在这时候，其实大家都思考了，那怎么让大模型能帮我们做事儿，或者帮我们去完成一些我们想做的任务呢？那这时候大家都想到就是用 engine。那 engine 的它的理念，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在大模型的基础能力上面做到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闭环，就是任务执行的闭环，从理解客户的意图到整个任务的拆解，再到整个任务的执行，再到整个任务的回配。那这条思路它是有的。那 Engine 的这一思路是有了之后，但是为什么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Cloud 的概念突然爆火？它跟之前传统的 Engine 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从于我们公司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哎，这个 Cloud 它到底跟之前的 Engine 呢有什么区别？抓住它的本质的区别的话，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在把 Cloud 它的这些能力是不是能用在我们更以后的，比如像 IoT 的领域，或者说智能座舱的领域，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一个方向。但本质上来说，我们还是希望从 Cloud 这个点上面来找到与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在这个传统的 Engine 的区别上面的话，我们认为就是之前的话很多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就是原来的 Engine 呢，它的这个优势没有体现出来。首先，我们原来的传统的 Engine 的话，它做一些功能实践的时候，其实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提示词的这个调试上面，加上工具链的这个整合上面。然后随着这个任务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复杂度的越来越提升，那整个系统的再加上系统的升级，那辛辛苦苦做了半年的一个安全的能力，可能瞬间就要重新开始构建。它这个对咱们这个整个传统的安全的来说，这个做一次只能做一次的这种效果的话，其实是对咱们的这个工作效率是大打折扣的。那有的这个有的这个大模型厂商其实很早也提出了这种 Engine 的这种智能化的体验，他们其实把这个概念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整个在过程中落地的过程中，其实发现整个状态效果有任务偏移，以及这种循环的幻觉，加上这个资源的失控，还有一些就是虽然这个演示很炫酷，但是落地很难的这种情况下，其实 Engine 并没有发挥它本该有的优势。或者有的厂商他其实也做了大量的这种就是 Engine 的智能化，但是整个在整个过程中的依赖链路太长，导致后面的这个就是调试啊，无论是调试啊，还是它的这个整个进化的过程，其实都变成了一个困难级的一个指数。我们在看到这些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想，那在这种传统的 Engine 的情况下面，那 Open Cloud 它到底有什么
跟之前的有什么区别？对，我们对标了 OpenCloud 跟原来 Agent 的一些这个区别化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个本质啊，就是我们可以看 OpenCloud， 它其实做了一个最大的核心的一个变化，针对上面的痛点，它其实就是把你的能力和你的业务，就是你的能力和你的业务完全分开，然后整个它的OpenCloud 的关注点其实就是在整个调度过程，而它所有的对外的能力的话，全是用我们可以讲说是外挂，也就是 scarce 的这种方式，把这些对外需要实行的这些能力作为外挂的形式，附在咱们这个 OpenCloud 上面。那么 OpenCloud 就更关注在整个任务调度上面。那么它会变成了相当于用现在的一个最新的一些模式，就是安静的做空，人力做轻，把所有的重的 loading 的这些活儿都放在了外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体验，就是现在的 OpenCloud 其实就是一个 everything is scarce。对，这个就是我们从 OpenCloud 这个特点上面，我们抓住了这个本质，我们就觉得 OpenCloud 的设计理念其实完美的符合了大模型的这个要求。然后基于 OpenCloud 这个特点的话，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 ，OpenCloud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 PC 端去做的这个智能化的这个 Agent 的架构。那在座舱这边，那其实它还是比较在嵌入式方向，或者是咱们 IoT 方向上面的话，其实整个OpenCloud 它的这个臃肿的这个架构的话，还是不太适合咱们这个方向。基于此呢，我们在基于刚才讲的 OpenCloud 的设计理念，把这个设计理念往咱们座舱或者说我们嵌入式的方向上面的转向的话，我们就把我们当前的我们陈迈梳理的这个萤火 Cloud 它的这个能力体现了出来。那我们这个萤火 Cloud 的话，我们可能是以量子化的量子化把能力量子化，把Cloud 去掌握这个量子化能力来体现咱们 Cloud 的优势。那这个量子化能力的话，可以是 scarce， 可以是我们的云端的能力，也可以有说我们本身座舱车控的能力，或者我们一些系统生态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的能力。那这些能力的话，可以细化到单个的一个原子化的能力，也可以是把各个原子化的能力组合成新的 scarce 的能力。那这些能力组合起来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个萤火 Cloud 的周边给它加了很多的外挂，很多的一些功能。那本身萤火 Cloud 它只关注整个任务的调度和任务的处理，而不会关注外部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实现。那这样的话就减轻了这个能力和业务和能力和调度混在一起的原来的比较臃肿的这个架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萤火 Cloud 的几大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是芯片级的一个算力上面的一个匹配。这个怎么讲呢？现在很多的 Cloud 的话，我们还是在我们陈迈这边的话，还是想做成这种端模、端沙或者端模，或者是那个端沙加云模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在芯片平台上面去做这个端模的这个能力的适配，其实是想摸清楚整个在各个平台上面，在芯片算力的那个限制下面，咱们这个端模和端沙它到底它的能力边界在哪边？因为如果只是端沙加云模的话，其实在云模的这个强大能力下面嘛，很多能力和场景都是很容易去实现的。但是我们要往端侧去转的话，那就要摸清楚端模的这个能力在整个 SOC 上面，它到底它的边界感是在哪边？这个是我们这个萤火 Cloud 比较重点关注的点，因为我们认为以后的方案肯定是端云结合的方案，端云结合，那云端的方案还是比较成熟的。那端侧的话，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端模在整个 SOC 上面的能力边界，那么就无法打造出或打量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这种场景。引擎，所以说我们会花了大量的时间在整个芯片平台上面去打量咱们端模的这个边界的数据。我们现在其实在整个高通平台系列上面的话，我们从8295、8775、8797这些平台上面，我们布了很多千问的
1.5B 的，然后4B 的、3B 的、7B 的，然后还有现在的30B 的，这些都是我们去摸清楚整个这些模型在各个平台上面它到底能做哪些。因为我们也发现，在端模和端差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更重要的是它的一个上下文的管理。如果上下文这个管理的话，我们不做优化和妥帖的处理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会影响到整个端模端差的这个精准度，它的这个回馈其实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去摸索的一个功能。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基于 Scalars 的这个自主涌现的一个生态，这个其实刚才那个咱们伙伴也说了，也是我们的理念。我们认为整个在以后的这个座舱里面 ，Scalars 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它是可以把整个我们在用户使用的数据和习惯，然后做出我们新的一个样式的这个生态的一个标准。然后通过这个，我们可以让整个 Scalars 无论是在座舱还是以后的一些其他领域里面，都可以做到一些通用化和分享化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是 Open Cloud 它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亮点。因为从之前的 Engine 的这个模式的这个涌现，那其实都是各家去做各家的 Engine 的，但是没有像这个 Open Cloud 会把这个 Scalars 的概念单独提出来，然后这样的话给大家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统一一个范式去往前推进。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刚才讲的，就是在整个这个 Cloud 的这个场景中，其实上下文记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的模型的这个精准度和你的整个体验效果的这个好坏。所以说我们在这块的话，也是做了一个大量的工作，就是实时的一个上下文的路由，以及一些主动高效的记忆的一些架构，以保证咱们在这个短期记忆啊、长期记忆，还有一些窗口记忆上面都有一些自己的优势。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会拉通全域嘛，因为整个 Cloud 我们认为以后不仅是在座舱，以后在智驾或者是其他的综合领域里面，其实它都会有它的发展的空间。我们是希望把这个系统级的权限加上整车的这个全域控制的这个板块，全部能做到咱们 Cloud 的这个能力里面。这也是咱们想把咱们的银国 Cloud 作为整个座舱数字神经中枢，来赋予智能汽车真正的自信化能力。这个实际上是那个银国 Cloud 的整体架构，可以看到我们外部接口的话有丰富的这个数据源，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数据通道，然后接近不同的这个数据状态，可以是文本，可以是视频，可以是音频。那这样的话，去满足整个以后 Cloud 在多模态上面的一些数据的处理和推演。所以说咱们在这一块的接口的话是非常丰富的。同时，网关层的话，我们把各个数据会做一些认证和加权，或者说一些安全策略的规则的一些处理，避免一些无效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数据，然后进入咱们这个 Cloud 来影响到整个 Cloud 的一个工作效率。同时，我们通过主安定的这个主交互，它会把整个任务进行分配。比如说有些的数据的话是要用整个来物理的 engine 去做这个实车的控制的话，那么它就会选择这条通路。如果说是需要一些数字和信息的交互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数字信息的一些 engine。这样的话以整个 engine 的 loop 的这个为主线，然后分布子 engine 的这种架构的话，会让整个这个调度和这个整个上下文的这个隔离都非常的好。避免之间产生互相的影响和产生互相的一些这错误。然后我们最大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 Cloud 里面，我们设了一个 AR Private 层的这个适配。我们这个适配的话，可能在对咱们 Cloud 来说，其实它对接的就是大模型，但这个大模型可以是云端的，也可以是咱们端侧的，也可以是我们任何一个模型算法。这样的话，对整个 Cloud 来说，它都是无感知的。它是通过它的任务的调度去推动，然后我们大模型的选择，来达到最后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想要的效果。在工具层的话，因为整个Cloud 这个也是它的特点嘛，它会有集成很多的一些工具。那这些工具的话，在我们这边设计的话，也会做一些名单和配置，在过程中根据需要来去把一些工具加载进来。
这样的话也是避免有些就是工具冗余加上这种 TOPS 的无谓消耗，肯定是咱们这个也是我们重点设计的一个模块。上下文记忆的话，刚才我也讲过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只是不要影响到整个模型的这个能力，因为数据或者是整个数据的这个编排啊，其实是决定了这个模型的这个上线能力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Cloud的话，就会赋予下一代智能座舱，我们认为在这些边界上面都会做到我们一些就是突破。相当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座舱，在端侧运行，在端侧安全的就是机制下面，对数据的处理，以及对任务的调度，以及对上下文的这个记忆，都是我们整个银河Cloud的一个新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方式。基于以上的一些分析和一些介绍的话，其实我们真正的银河Cloud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或者它的初衷，其实就是让整个银河Cloud在整个座舱里面认识你，然后了解你，然后服务你。所谓认识你，其实我们想的这种就是认识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并不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客户。用户或者是输入更多的一些个人信息在里面，也许通过简单的一些画像的这个构造，然后知道了你这个个性化的一个画像的存在，在后面的过程中，随着用户不断的使用或者不断的这个在和咱们Cloud的交互过程中，让Cloud慢慢去了解你，会知道你，然后知道你的习惯，知道你的喜好，知道你的这个出行的场景，它会慢慢的更加深刻的知道你哪些任务是你的必要任务，哪些任务是你需要随机去生成的，哪些任务是需要你去根据它交互来改变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整个在打造银河Cloud的时候，在认识用户这个过程中，让整个Cloud去了解你。说到这个认识之后就是了解嘛，刚才我也讲了，其实在了解的过程中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段的过程。也许时间越长，然后咱们的Cloud会越了解你越深刻。那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数据飞人的一些买点操作。那原来整个座舱里面，其实买点功能一直都有，一直都在。那以前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在座舱里面把这些数据整合上传给OEM 厂商，然后通过这些来去分析整个用户行为。那我们认为，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Cloud可以把这个功能结合起来，这些数据、这些用户的喜好数据、操作数据以及他的一些日常的车控数据，其实更好的能够建立起，比如说个人画像的一些特征，一些个人画像的一些特点，然后从而体现出个性化用户体验的一些场景的要求。同时，这些数据的话也是可以生成Scalers 的这个基础。刚才说了 ，Scalers 一定是整个 Cloud 上面一个最大的亮点。它不仅是可以把当前用户自定义的一些流程和边界自动化生成，同时它还可以根据你平时用户就是静默情况下产生的一些数据的话，也会生成这个 Scalers 的能力。这样的话，在整个用户画面和 Scalers 的这个生成方面，都会体现出咱们这个专属的体验，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课题上面写的。专属体验的话，其实就在于整个数据的这个来源上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处理，做了大量的分析，以及做了大量的这个我们这个 AI 的一个分析智能化。最后的话，我们会让这个 OpenCloud 更关心用户，通过用户跟用户的长时间接触，加上以后外围的多维条件的触发，比如说像时间啊，还有地点啊，或者一些车辆状态啊，然后会主动触发一些之前已有的一些场景的这个编排的一些技能。这样的话，是让用户不用去每次操心在同样的时间或者同样发生的一些事件上面，还要重复的去操作一些额外的动作。那这样的话，会更好的服务于咱们的这个车主。
总结一句话，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些编排的场景来更好的服务咱们的用户。这个最后就是有2篇，就是我们要重点讲 Skillers 的这个全新范式。我们一直关注的就是这个 Skillers 它的内容。其实刚才也讲了，除了 Skillers 的来源的话，除了它会自主学习咱们这个用户的数据买点以及用户的数据行为，同时也支持咱们用户主动的去跟咱们的 Cloud 去编排，手动编排这种模式。那这种手动编排的话，有可能是通过触屏的这种方式，也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通过这些多维的方式的话，可以把这个整个专属于个人的 Skillers 的这些场景能力都放在咱们个人的这个 Cloud 里面，让这个 Cloud 更好的去了解你。同时，我们这些 Cloud 还可以去做到动态的更新，动态的这个去编辑，这样的话是可以把一些这些一些通用的一些 Skillers 的这个场景能力，也可以更好的去分享给相同的一些用户或者好朋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展现出，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这个能力编排以及能力展现的这个过程，就是咱们会通过用户可以通过，比如说像咱们这种去在触屏上面去拖拽模块或者拖拽这个眼线，让整个排布流程形成一个完成成熟的一个 Skillers。那这些模块的话，都是我们一些原始的 Skillers 能力，可以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新的 Skillers， 根据客户的需要，根据咱们用户的使用习惯。同时，我们也可以用语音的模式去跟我们 Cloud 去做一些交流，然后生成一些我们用户自定义的一些喜爱的一个场景。同时我们这个生成式的这种 UI 会把这种跟客户交流的这个，或者是静默生成的这些 Skillers 都呈现给咱们用户，在他想要了解这个 Skillers 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可以多维度的去看一看咱们这种 Skillers 里面的一些内容。这也是咱们把这个 Skillers 能力完全用 Cloud 的这种能力去体现出来，让用户完全能感知到这个Skillers 是在这个整个座舱里面发挥了巨大的一个体验效果。最后一句话就是整个来说，我们认为整个以后的座舱肯定它的核心方向肯定就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随人的这种形式。AI 的这个竞争以及到座舱的竞争，可能更多的是在整个功能化堆砌的情况下，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客户或体验，让客户做好更好的体验。晨迈科技在整个建立在情感感知或者是场景触发或者是任务闭环的这种3个基础能力上面的话，会携手更多的业内的伙伴共同打造一套AI 的新一代的体验效果。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宁波君联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算法与中间件开发总监王彦明。各位好，非常感谢高通的这个会议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君联智行在仓价融合领域方面的一些思考。那今天也见了很多的老朋友，也交了很多的新朋友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我们能有更加深入的这个机会去介绍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那因为有一些新朋友对我们公司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们是来自君盛电子。那君盛电子是一家在宁波的上市公司，主要聚焦于智能驾驶、智能交互以及我们的安全和产业。那我们现在其实在主动安全领域和被动安全领域都有相应的产品。那我们是全球 Top 1的被动安全领域的供应商。那另外也是中国第2大全球第4大的座舱领域的供应商。
那基本上在3辆车就1辆我们君盛电子的一个产品。那从公司的组织架构上来说，那绝联智行是属于君盛电子板块下面的汽车电子业务。那我们主要的业务板块其实有几大块，首先就是智能座舱，那也其实目前也是我们主营的业务。那我们提供完整的这个跨域融合的解决方案，以及全球的安卓的解决方案。那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组合辅助驾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DAS 的领域。那在 ADAS 领域呢，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呢？就是首先是我们有一体机的解决方案，有预控的解决方案，也有我们最近正在开发的舱架融合的 CCU 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同样还有智能网联领域，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智能驾驶的高级别应用 L3、L4 的应用始终离不开我们的舱内、舱外以及的智能网联的融合 V2X 的融合。那我们也在积极部署车身和安全领域。那车身我们有了车身的域控制器，以及我们的数字钥匙 DSSAD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安全盒子的产品。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新兴业务机器人的零部件业务。那其实大家都在机器人最近比较火包括最近我们的展台，其实也能看到有机器人的这个业务板块和展品。那其实也是技术同源。那我们的一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的一些应用，我们也会在机器人领域去提供机器人的域控制器。那机器人的传感器，这都是我们的新兴业务。所以总体而言，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高成长性的科技公司。首先说为什么是高成长性呢？因为在集团内部，其实我们跟君盛安全相比，整个的业务板块盘子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在未来来看，那我们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包括我们要聊的这个舱架融合领域，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那其实我比较喜欢这张图来介绍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图里面其实第一融合了我们3个域的产品。那它的横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座舱的领域。随着时间，我们智能座舱从单独的座舱控制器，到舱网融合，舱架融合，到最终的我们的中央计算单元的一个域控制器产品。那它的纵轴呢，其实是我们智能网联产品就我们从4G、5G、5G-A 到后面的6G 这样的一个产品线。那我们中间的斜线就是我们的智能驾驶的一个发展，从 L1、L2、L3，最终的现在要落地的 L4 这样的一个产品。那其实我们现在也聚焦于这样的一个舱架融合的一个方案。那总体来说，我们会提供一个200以及到1000 TOPS 的一个灵活的舱架融合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的中央域控制器，首先从硬件层面上，它融合了我们的座舱、智能驾驶、网关以及网联的相应的产品。那它们提供的就是一个是系统成本会逐渐下降，因为毕竟从硬件层面上来说，我们把它们都做到一块的硬件和 chip 里面，那从硬件的成本上来说是有所下降的。另外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算力，特别是我们的座舱和支架，那现在我们都去讲 AI 的模型 token， 对吧？那这块的部署，我们怎么把它通过最低的算力去实现更好的驾驶员的体验？那这是我们怎么去动态分配一些内存 AI 算力才能做到的一些。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其实除了硬件以外，我们也是要在软件上做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这个软件定义汽车。那其实，在我们内部我们已经把它作为一个 AI 定义汽车的领域在做发展。那所有的软件，我们怎么通过 AI 的方式，通过大模型的方式，更好的去做座舱和支架的一些融合。那其实从座舱领域的演变，刚刚我们前2位嘉宾也谈了很多 Cloud 龙虾这些怎么在我们座舱领域给用户提供更好的交互更好的这个体验，怎么去主动的推荐？那其实根本原因呢，还是说我们现在的座舱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支持各种各样的功能
我们传统的这个冰箱、彩电、沙发各种各样的这个都已经挪到车上，但是对于驾驶员来说，它是足够友好吗？从交互上来说会越来越复杂，对于驾驶员的这个入门的等级门槛，貌似变得越来越高。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在 AI 模型的应用下，我们相信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可以让驾驶员更加友好、更加简便的去操作座舱的一些系统。那另外一个主要的就是它会一个主动化的推荐，这也是我们对于座舱里面 AI 模型的一个诉求。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左右的来看，就是左边是我们传统的 AI，传统座舱领域的，它是一个独立的，从操作上和交互上，它其实也是个独立的。但是从右边来说，去 AI 大模型的领域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整合性质的，并且通过 AI 统一去调度的。这样呢，只提供驾驶员最简单的一些交互接口。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视频也好，demo 也好，那我们最终形态都是通过一些多模态的驾驶员的一些主动被动的指令输入，去得到一个车辆的控制、功能的控制、导航的控制，而不是简单的像传统的一样去通过一些触摸屏打字这样的去实现。那其实从智驾领域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本身其实是做了10多年的智驾领域，从智驾，然后我们现在去聊这个强驾融合的领域。那在智驾领域呢，其实我们现在从传统的 L2，它是一个模块化的从感知、融合、规划、控制、定位多个模块去做一些传统的ADAS的领域。那在 AI 的模式下呢，我们现在也逐渐的做一些融合。那其实我们看到，不光是硬件在做融合，我们的软件算法架构一直都在做融合。最开始的我们所谓的两段式的端到端，其实就是把一些前端的感知、预测、融合规划做了一段融合，但是最终的控制或者规划控制都会作为第二段。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在做这个一段式的端到端，包括 VLA 去实现这个最终的一个最终状态的一个融合。那其实对于 ADAS 领域其实前段时间也有一些大佬在讨论一些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名词也好一些技术也好，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和核心的突破力？那其实，在智驾领域，我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这些词 ，DEV 加 Transformer， 对吧？这是第一个可能是这个基本上是3年前3、4年前比较领先的。那它主要是解决了多传感器的一个时空融合的问题，能提供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上帝视角，能解决了一些我们传感器丢失以及 FOV 有限的一些缺陷，去达到一个这个top view 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呢，就是端到端的架构，那它其实我们跟上一页的那个 ADAS 的架构是一样，它减少了中间的特征的损失。因为我们传统的是一个结构化的一个传递数据链，但是在端到端的模式下呢，它是一个多模态的原始的 raw 数据的一个输入，然后最终进行控制指令的输出。那其实最近讨论的比较火，或者说没有收敛的比如说 VLA 模型和世界模型这两块。那其实我之前也看到文章里面在讨论这个 VLA 模型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今天其他的论坛上也都讲了一些 VLA 相关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智驾领域里面，我们怎么去用座舱的一些相关的技术。因为我们这里面呢，其实 VLA 模型它的前端用的很多的大模型还是以语言模型为主，那我们的语言模型都是在座舱里验证成熟起来的。那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的 VLA 模型，那是不是应该叫这个LV 模型 ，LVA 模型，对吧？因为它的前端可能80%的模型的算力、数据权重都是在这个大语言模型上。它通过大语言模型去指导我们的视觉模型和动作模型，去生成智能驾驶任务。是不是有点同舟脚轻？还是说怎么通过更加注重于视觉和 action 的方式去训练我们的 VLA？ 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内部在做一些探讨和验证的一些工作。那最后呢，就是世界模型这一块公认的，它是一个强化学习的一个方式，去提升我们 VLA 的一些准确度。那其实是不是
上面的4个技术领域都去做，就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的一个好的用户体验。那其实对于我们内部来说，我们更希望从一些其他的维度去考虑，我们怎么去在商业化上，怎么在最终的智能驾驶的方案上去做一个完美的交付。那其实我们归纳出来主要有4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大模型能力，因为它是决定了我们的技术上限。你的模型选得好不好，最终体现了你的模型的适应性、通用性，以及对于驾驶员来说它的一个交互体感和这个反馈的体感。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据闭环的效能，因为很多的模型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现在已经足够的开源的一些东西，不管是 VLA 也好，还是说座舱的这个大语言模型交互也好，但是我们怎么把它比较好的、快速的落地，做成一个足够安全的、足够好用户体验的产品，那考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数据闭环是不是有足够的效率，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修正用户的一些反馈，修复自动的一些反馈，通过 OTA 的方式去做一些后台的升级。那这是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强调的。那第3点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在我们的 L3或者 L4的领域，我们始终相信需要去做车路协同和车路协同的生态相关的工作。因为单车智能毕竟还是有局限性。我们现在说的单车，其实虽然考虑了我们就是云端的一些算力吧，单车的一些算力，但是实际上由于传感器的一些限制原因，一些 ODD 的限制原因还是没办法做到100%的安全性的。那在一些车路协同的场景下，我们是期望能做到 L3以及 L4 公开道路上这样的功能。那最后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法律和社会的这个概念。其实刚刚其他包括上午和刚刚的一些论坛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隐私也好，安全也好。那这是对于座舱聊得比较多的特别是隐私的这一块。那对于支架来说呢，它的还有一些这个悖论的一些比如说是怎么去，比如说1%的危害度和90%的危害度，对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怎么去评判，但是对于机器来说怎么去选择？那这儿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决定了是一个我们把它叫这个落地的底线，因为任何一个产品都要有安全的底线。其实我们提到了支架，提到了座舱，提到了 AI， 它在支架和座舱领域的演变，座舱领域的我们的 Cloud 也好，龙虾也好，支架领域的 VLA 也好 ，VLM 也好，那我们在一个 CCU 的领域，这个我们中央预控的硬件里面，怎么把我们的座舱和支架的应用在软件层面上去做融合？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从软件定义汽车到 AI 定义汽车，那我们现在融合的不只是一个软件的能力，而是模型。我们怎么去把模型融合在一起？那很好的一个范例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其实都是多模态，对吧？多模态里面我们是有舱内的输入、舱外的输入、云端的输入，还有一些比如说路端 V2X 的一些输入。我们把这些输入在我们的大模型里面去做多模态的融合，对于座舱、支架输出最终的我们的控制指令以及驾驶员的交互。那这是我们在舱架统一的模式下需要去设计的一个 AI 模型。那最后其实我们提到了安全、社会和法律相关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军联执行是很注重合规和信任，因为我们首先是一个 global 的解决方案供应商，那我们要去提供不光是国内的法律，还有国外的一些强制法标。那其实我们在座舱领域，我们已经有比较多的成功的落地经验，基于高通的芯片服务了很多的供应商和客户。那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了 GB、GSO、UNECE 和 RCA 的主要的欧洲的一些法规。那另外就是在支架领域，那我们对于一些强标的类似于 JAC 以及我们这个推荐标准的这个Euro NCAP、CNCAP
我们以及中国、欧洲和东南亚的多个法规都做了一些相关的适配和认证的工作。那另外，其实我们也有这个GDPR 的海外出彩的一些合规的一些经验。那最后强调的一下就是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一个我们叫软件定义汽车，它更加注重的是我们的 code， 我们的 C 加加怎么在我们的有限的资源里面做一个比较好的部署调度。那我们在 AI 的时代下，我们要注重的就是怎么在我们的 AI 模型里面去做更好的部署、共享一些内存，共享一些算力。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智能化的汽车软件核心应该是模型的推理、模型的部署，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代码的推理。那最后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个视频给大家最终展现一下我们君联执行和君盛电子在汽车意义架构领域的一些思考以及一些产品。那最后我们的展台也位于外面，我们所有的支架产品、座舱产品以及我们的 CCU 的产品都有相应的展示欢迎大家莅临指导，感谢。